非要把大好的青石让出去。这廖家也太不像话了，这送来这么点聘礼不说，连大雁都不是活的，而是木雕的，如此寒酸，你知道外面的人都是怎么笑话你的吗？娘，你不要目光短浅，这聘礼少点就少点，现在我是吃点亏，可等将来廖有鹤加官进爵，旁人啊只有嫉妒的份儿。你虽然笃定他将来会有出息，可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我听人说，王府里已经在给沈婉堂准备聘礼了，这福气可是你拱手相让的。这福气啊，我才不要！那王府啊，就是吃人的地方。那王妃看起来和善，实际上最喜欢立规矩、刁难儿媳。还有那宁王，我之前只是犯了一丁点小错，他就差点让人将我打死。真的，最让人难以忍受的还是那世子爷，他就跟被人下了蛊似的，把那个怀了野种的尼姑当眼珠子似的护起来，竟说不得半句坏话，说了他就要发疯。可男人总是会变心的，沈婉堂长得又貌美，我是担心。娘，说到容貌，那世子最忌讳的就是别人跟那尼姑长得像，凡是长得像的，他都觉得是玷污了他的白月光，要毁了人家的容貌。偏偏沈婉堂跟他长得最像，娘，他死定了。再说了，王府能给他一个庶女什么聘礼？只是为了王府的面子说说而已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王府前来送聘礼。共108台。什么？世子爷，王妃让您亲自去接沈婉堂。我说了，我心里只有燕洛一人，拿着公鸡去和他拜堂就行。王妃说了，这是上好的仆乐，这怎么可能？王府怎么舍得？这是玉做的大雁，上辈子王府对我如此苛刻，怎么会？姐姐，怎么了？啊，我知道，是你，一定是你把父亲和母亲送你的东西贿赂给王府嬷嬷了。沈婉堂，你以为这样做，王府就会多看你一眼？我告诉你，你不过是热脸贴冷屁股，王府不会多看你一眼，萧清渊更不会娶你。姐姐怎么那么清楚啊？来人！你这是要干什么？作为姐姐，自然是要帮帮你。王府的轿子马上就到了，可惜的是，不是萧清渊穿着红袍骑着马来接你，而是一只……怎么会？怎么会？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怎么不会？不会吧？我看这王府对婉堂很重视啊，这些聘礼都能代表一切。你还真以为沈婉堂去了王府就能帮你平步青云？他恐怕自身都难不倒。父亲，现在应该先帮妹妹适应王府的节奏，应该让她先学习和公鸡拜堂。胡闹！是不是胡闹？待会儿等轿子来了，父亲自然就知道。妹妹，请吧。若小姐要真和公鸡拜了堂，
以后沈家岂不是就成了笑话？若王府的轿子里真是公鸡，那就是在羞辱沈家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妹妹还不行动吗？既然你愿意嫁到王府，就应该逆来顺受，这样的话才会给王府留下好印象。姐姐，若真是为了沈家好，我自然可以学，但就怕我学了以后用不上，才让沈家遭笑话。你放心吧，自然会用得上的。哪怕妹妹不愿意学习，那按照沈家家规，应当立即学习。父亲，等妹妹去了王府，若是得罪了人，父亲怕是没有能平步青云的机会了。是啊，既然如此，父亲，我这也是为了你好。来人，小姐得罪了。王府世子前来迎娶沈家小姐沈婉堂。他怎么从寺庙里出来了？这不可能！上辈子明明是什么？难不成姐姐想和公鸡拜堂？那可真是难为姐姐了。我夫君来了，看来今天实在是不好意思，这只公鸡还是留给姐姐的。没想到，就连在王府都难见到的世子，竟然亲自下山来迎接沈家小姐。看来王府是真的很重视这门亲。世子也太帅了，没想到能在沈家见到世子。我看呢，要和公鸡拜堂的，估计是沈明轩才对吧？廖家廖有贺前来迎亲。廖公子来接我了。来了。他怎么没来？是啊，怎么回事啊？管家，去看看。是。夫人。什么？小姐，廖公子让你自己出去。什么？非但没有送什么像样的聘礼，还让我自己去？沈氏，你再不出来，我可要走了。我可没那么多耐心等你出来。我还回去读书考取功名。算了，明轩，我们这里也没有要上门迎的习俗，倒是世子太过于见外了。行。小姐，真是默契。你这个廖有贺，未免也太抠了吧！还愣着做什么？扶我上轿。自己上轿。萧世子到。师姐好。世子妃，老奴扶您上轿。千万
萧清渊真的来了。我记得前世是一名手下替他接亲，跟沈明轩拜堂的则是一只大公鸡。这变数是因为我吗？起轿！下官恭送世子爷。沈婉堂，你不会得意太久的，你们走着瞧。吉时到，新人拜堂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送入洞房。世子，您该揭盖头，和新娘喝合卺酒了。人不是我要娶的，谁娶的让谁去接，我可不会接。我猜的果然没错，看来今日这大情种会去接亲拜堂，是被逼无奈，不是自愿的。今日你们都辛苦了，下去休息吧。这位世子妃果然如王妃所言，稳重得体，王妃没看错人。世子妃，你也累了，你也早些歇息吧。奴才们都在门口候着，您有需要随时叫一声。世子妃，世子爷也太过分了！大婚当日，他竟然丢下您一个人走了。无妨，他要是留下，我倒觉得见了鬼。您不难过吗？不难过啊？以后你就会明白，爱情是这个世界上最不靠谱的东西。只要远离它，就不会有任何难过。世子妃请。儿媳见过父王，见过母妃，父王母妃安康。父王，母妃，哎，好孩子，快起来。这是母妃送给你的见面礼，你收下吧。母妃，这太贵重了。哎，送你玩的，你要是喜欢呢，我那儿还有。昨日让你受委屈了，渊儿的话你不必放在心上。我已经跟寺庙打过招呼了，他是当不了和尚的。很快他就会乖乖跟你回去住了。什么？世子要回来住？倒也不必。母妃，儿媳并不觉得委屈。世子爷长相英俊，又博学多才，性情又坦率，能嫁给他是儿媳的福分。至于儿媳身份低微，又与世子爷门不当户不对的，娶我是世子爷委屈了。这个孩子果然胸襟开阔，难能可贵。来，这镯子颜色嫩了些，不适合我，就送给世子妃吧。来，这么好的水头，得多金贵啊！王妃随手就送给我了。看来我以后要在她面前多说大情种的好话，抱紧她的大腿。多谢母妃，快回去吧，房间里还有惊喜等着你呢。啊，
惊喜是什么意思？这不是惊喜，是惊吓吧？世子，你这个女人果然心机深沉，才刚进府就哄得母妃如此对我。世子误会了，此事我并不知情。这个女人怎么会跟燕洛长得那么像？你怎么？怎么，我脸上有东西吗？这世上竟有如此出尘脱俗的女子，像仙女一般。别以为你和燕洛长得有几分相像，就能做我的妻子。我告诉你，就算你长得再像，你也不是她。我这一生只会娶燕洛一个人，除了她，旁的女子我绝对不会多看一眼的。知道了。那你就赶快滚出王府！昨日迎亲根本不是我所愿，如果我不那么做的话，他们就要处死燕洛。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燕洛，跟你毫无关系。真是委屈世子了。你怎么这么冷淡？哦，是想学燕洛身上的那种清冷出尘？我告诉你，没用！你不要东施效颦，你这样的话只会让我更加的厌恶你。谁东施效颦了？莫名其妙。世子，我并未见过你的心上人，学他是不存在的。所以世子，莫要胡乱给我安莫须有的罪名。你要干什么？你就算杀了我，我也不会喜欢你的。啊！他是想帮我解开绳子。他居然没有勾引我就走了，倒是稀奇。谁准你踏出房门的？哪个不长眼的给你解开的绳子？全嬷嬷，把给他解开绳子的奴才给我赶出王府去。是他给我解的。他是谁？那个刚进门的女人叫什么？回世子爷的话，世子妃是沈家二小姐，闺名婉堂，取自冷红千片下寒塘，庄婉堂俚语。我问名字，你解释这么多干什么？原来是世子妃给你解的。母亲方才不是说要把解开我绳子的奴才赶出王府吗？那就请快把他赶出去吧，我看着就碍眼。混账东西！婉堂是你父王和我亲自挑选的世子妃，她不是奴才，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，是我们宁王府未来的女主人。你还要把她赶出去，我还想把你赶出去呢。你要是再敢去找那个楚烟洛，我就让你父王废了你这个世子。废了就废了，你当我很想当这个世子？我根本就不在乎这些虚名，我只在乎烟洛，她才是我的一切。那个女人早就跟别的男人睡在一起了，甚至还珠胎暗结，怀了别人的孩子，却还怂恿你去她家提亲。这样心机深沉的女人，我就算死了，我也绝不可能允许她进门的。提亲是我自愿的，她并没有强迫我。怀了别人的孩子，也并非她所愿，她也是被人强迫的。我已经让人查过了，她与人私通半年，有了身孕之后，还盼着那人娶她过门。她从未想过打掉孩子，她只想凭着孩子嫁入高门。她没有打掉孩子，那是因为她心性善良。除了皇宫，还有比我宁王府更高的高门吗？我娶她她都不愿，
他根本不是那种攀附权贵之人。你如果继续执迷不悟，那我也不介意让那一大一小2条命都消失。母亲，滚出去！好好跟世子妃过日子，跟她生个1儿半女。我也不是不能允许让那个尼姑活下去，可我不喜欢她。难道她就喜欢你？如今全京城都在看你的笑话，你以为还有女子愿意嫁给你？沈婉堂要不是被家里逼着嫁，她会选你这么个蠢货？全天下就你的燕落惨，就她可怜，别人都不可怜。大婚当日不掀盖头，不行夫妻礼，把新娘子扔下就走，你还怕被人议论嘲笑？她不可怜。即便如此，你可曾听到婉堂有一句怨言？他明知给你解开绳子，你一定会离开他去找那个楚烟落，却还是给你解开了。他的这份胸襟和大度，难道不值得你好好待他？那我补偿他还不行吗？但是我真的没法跟他做夫妻。那你打算怎么补偿他？我还没想好，这个以后再说。母亲，你就把燕落放了吧，她怀了身孕，受不得任何惊吓，你就把她还给我吧。不知道的，还以为她怀的是你的孩子呢。我可以放了楚烟落，但是你得在明日陪着婉堂回门，给她做足面子，也是给我们王府做足面子。好，我跟他回门。世子，我跟你回门。多谢世子。你不用谢我，我跟你回门也只是为了燕落。如今燕落在母亲的身边，我需要完成任务，母亲才能把她还给我。知道了，走吧。大婚那日拍你被嘲笑，实在抱歉。不过那并不是我的本意，是因为我生了母亲的气，所以才把情绪发泄到了你身上。世子不必放在心上，你有你的难处，我知道。他怎么好似全然不在意？难道他就喜欢你？沈婉堂要不是被家里逼着嫁，他会选你这么个蠢货？难道他真的不喜欢我？其实你跟燕落并不像，他从来都不会在意这些金银俗物，更不往头上堆积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我今日回门，难道要打扮的寒酸吗？这大情种脑子不好。不过，既然你喜欢这些金银俗物，我库房里面有很多，你随便去挑一些，就算是我给你的补偿。你说真的？那是自然，反正燕落也不喜欢这些，放着也没用。我就是个俗人，以后楚烟落不喜欢的金银俗物，可千万都给我。你别误会啊，我给你这些不是因为我喜欢你，是因为我答应了我母亲要补偿你。我心里只有燕落一个，我答应过她，将来一定要接她回府的。知道了。我也早就答应过燕落，这辈子只对她一个人好。等她的孩子生出来，我也会当做自己的孩子来抚养。我是不会跟别的女人生孩子的。那可太好了，你最好说到做到。这女人不会是块木头啊！我说不会跟别的女人生孩子，她听懂了吗？轩儿，短短几日不见，你怎么瘦了一圈啊？是姑爷他夜里折腾的太狠了。娘，我们还没圆房呢。啊？为何？婆婆不让，她说有贺尚未考取功名，不宜沉迷女色，说要等她高中之后，我们才能圆房，不然坏了有贺的气运。
说八道。我活了这些年，从未听过这种狗屁说法。可有贺十分孝顺，不愿忤逆他母亲。我每次接近他，他都躲得远远的，好像我是什么人憎狗嫌的东西。什么？他们怎敢这样作践你？我找他们去。别去，有贺以后会有出息的。现在的苦都是暂时的。哎，不说了，娘，我已经3天没怎么吃东西了，快给我拿些东西吃吧。廖家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了，那你有那么多银子傍身，为何不自己买？我买过了，可都让婆婆分给小叔子、小姑子了，我一点没吃着。他们还偷走了我很多嫁妆。无耻，太无耻了！必须报官！不能报官，会得罪有贺的。我还等着他出人头地呢，而且他正为此事跟我生气。他说弟弟妹妹们最是懂事，不可能偷我嫁妆，定是我的丫鬟偷走的。哎呀，我苦命的女儿，你这嫁的什么人家呀？夫人，宁王府的马车快到了，应该是二小姐回来了。二小姐，她回门就回门，你去接她就是了。世子更不可能跟她一道回来，难不成还指望我娘亲自去迎吗？世子，她真的不回来？当然不会了。之前接亲，世子他肯定是被逼的。我还听说，他们还没洞房，世子就跑了。他现在肯定陪着那个尼姑呢。那就你去告诉沈婉堂，从侧门走，正门刚清扫过，不宜走动。是。二小姐，请随奴婢从侧门进去。侧门？正门刚清扫过，不方便开。二小姐应该不会介意吧？骑士想给我使绊子，那他今天可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我倒是不介意，就是怕世子爷他不答应呢。世子爷。本世子陪世子妃回门，沈家就让一个小丫鬟来接，还让我走侧门，还有没有规矩？奴婢这就去禀告夫人，还请世子爷稍等。世子爷大概还不知道吧，我只是家里的庶女。回门有个丫鬟来接，已经很不错了。至于不给走正门，也是常有的事。你是庶女没错，可你嫁的是王府，回门代表的也是王府。他们敢带你，那就是找死。再说，庶女怎么了？你就这么看不起自己？燕洛也是庶女，但她从来都是骄傲的，她值得最好的。与人私通怀了身孕，被家里送去尼姑庵做姑子，这有什么可骄傲的？世子爷放心，沈家要是知道您来了，一定会盛情招待的。刚才那样只是针对我而已。所以你们沈家就是这么捧高踩低的，不知道我来是一副面孔，知道我来又是另外一副面孔。是，没错。世子爷，要不我们进去吧？不进。今日要是没人来接的话，我就不进这个门。看来等会儿有好戏看。这不是宁王世子吗？居然被沈家晾在外头，这胆子也太大了。这世子都屈尊降贵陪心腹回门了，这沈家在搞什么呀？沈大人是不想当官了，还是不想活了？那什么，
我再陪你看看去。夫人，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混吃的东西，我女儿在这好得很，谁叫你这种没规矩的跑进来，说这些不吉利的话？尹嬷嬷，张嘴。是，夫人。小雀，规矩学得如此差劲，该打！夫人，奴婢知错了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哭什么哭？吵得人耳朵疼。尹嬷嬷，再给我打，打到他懂规矩为止。是，夫人。奴婢再也不敢了，奴婢知错，饶命啊，夫人！夫人，奴婢再也不敢了，奴婢知错了。又来自血腥了，难闻的有味。好了，拖出去，别吓到我。老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丫鬟冒冒失失的，轩儿今日回门，她就说什么不好了，一点规矩没有。我看没规矩的是你。世子陪晚堂出门，门口却没一个人迎，你就是这么长家的？你是要害死我呀？什么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世子陪晚堂回来了？不可能，世子现在应该陪着楚璇珞才对啊！世子现在人就站在门口，你还说不可能？那么多人看着，沈家都快惊成笑柄了。穆王要是知道我们把他儿子这么晾在外头，我的仕途就全完了。我们是长辈，他就算是世子，也没有我们出去迎他的道理吧？你什么身份？世子什么身份？你跟他摆长辈的谱，你配吗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哼！为什么跟上辈子不一样？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说这半天了也不出来，萧清渊竟真的来了！明明前世我进王府头一年，他几乎没露过面，怎么到了沈婉堂这里就不一样了？原来沈府还有活人呢，我以为走错了，来了个空府，等了半天也不见个人影。家下正忙着准备席面，不知世子竟已经到了。您快请进。堂儿，你怎么这样迂腐？这样热的天，叫世子在外头站着，热坏了可怎么好啊？父亲教训的是。沈大人好大的官威啊！当着我的面训斥你，你这是想训我不敢训，就拿他撒气。你这是训他还是训我？世子误会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世子金尊玉贵，堂儿不请你进门，实在太不像话，我这才忍不住多说了几句。您快请进。对，我们一早就盼着世子来，如今世子真的来了，可真是叫人高兴啊！盼着我来，我看不像，连正门都不让我进，只让我走侧门。沈大人，我在皇宫都没走到侧门，怎么，你们沈家的门楣比宫门还高贵？什么？谁敢让世子走侧门？你疯了吗？哎呀，定是家中丫鬟昏了头，我之后一定好好训诫。堂儿，世子都在外头站这么久了，你还不赶紧扶世子进门？平日里你不是最懂事、最机灵的吗？怎么这会儿跟傻了似的啊？母亲，掐我做甚啊？不是您教导女儿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吗？如今堂儿已经出嫁，自然是一切都听夫君的安排。
这个女人怎能叫我夫君？爸，她现在这么软弱，不如当众纠正她，她恐怕就没脸活着。你还记得？没有，我就是手劲大了些。回府！是世子。父亲，那女儿就先走了。哎呦，世子留步啊！家中已备下酒菜，你用过饭再走也不迟啊。母亲，还真是跟你的名字一样默契。爷都上来了，你还不赶车？谁要是敢拦的话，就给爷拿鞭子抽！是。老爷，晚堂也太没规矩了，居然就这么走了。还有世子，怎么脾气这么大？刚刚那鞭子……娘，你还有脸说？都是你干的好事，我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娘，还有你，都是你撺掇的。要是再敢出馊主意，就别回来了。沈婉堂，世子，请说。你不要误会啊，我刚才可不是为了给你出气，我是单纯看不惯沈家的作风。世子放心，我知道的，我不会自作多情。刚才在人前我没有纠正你，你以后不要再叫我夫君。要是让燕洛误会了怎么办？是我唐突了，下次不会了。还有，没完了是吧？世子还有什么吩咐啊？你不要总是一副很卑微的模样，这样看起来一点气势都没有，看着容易让人生厌。他不喜欢卑微，那我就表现得更卑微。世子教训的是。你这女人没救了！世子，世子妃，王府到了。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莫不是月儿又反悔了，不肯陪你回门？母亲误会了，世子陪我回去了，只是家里面无人接应，世子在外头站了许久，后来约莫是觉得我不受家里重视，就带我回来了。哦，这样啊。世子看着面孔，实则内心柔软温暖，这是替我打抱不平呢。母亲，我很是感激他。这2年还是头一回听见有人夸我儿的。婉堂这孩子太好了，好孩子，你还替他说话，他就是个魂不吝。他怕是还惦记着季心安里的那个姑子，所以才不肯进沈家的门。世子是个情深意重之人，这是不忘初心。横竖我也回过门了，至于回去多久，也不打紧。沈家不疼你，本宫疼你。全嬷嬷，把银票拿来。婉堂，你若是在府里待着无趣，就出去逛逛，想买什么随便买。抱紧王妃的大腿果然是对的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谢谢母妃。
世子妃，世子爷的老司库里面竟然有这么多宝贝，你喜欢什么？奴婢这就帮您搬。世子对我成见颇深，我要是拿得多了，他向王妃告状说我贪婪，那不就坏了？随便挑拣几样得了。还是您想的周到。世子妃，不好了，世子出去了一趟，还把在季兴安做姑子的那位给带回来了。没记错的话，前世萧清渊苦苦哀求了楚烟洛1年，他才勉强同意跟他回王府。这一次为什么提前了这么久？那个楚烟洛不是早就放话说自己要一辈子在安里做尼姑吗？定是他看到世子拜堂成亲，坐不住了。也许吧。您不担心吗？我担心什么呀？我巴不得他别来烦我。男人嘛，哪有金银财帛靠得住？父王，混账东西！谁准你把人带回来的？渊儿，叫他滚！怀着个野种躺在你床上，你也不嫌脏？叶落他动了胎气，还流了很多血，他现在很危险。我如果不把他带回来的话，难道要眼睁睁看着他等死吗？自甘下贱的东西，死就死了，又不是你害他有孕的。你救他做什么？还嫌王府不够丢人？叶落若是死了的话，那我也绝不苟活。我不配做我萧氏子孙，不配做我的儿子。我是一定要救他的。如今楚家不管他了，如果我再不管的话，那他一定会死的。你真是鬼迷了心窍啊！求母亲帮我给他请周太医，上门为他诊治。周太医是专门给皇上看病的太医院院神，连宫里最受宠的妃子找他都未必肯。你竟敢让周太医给这么个下贱东西诊治？除了周太医，旁人恐怕救不了他，还求母妃答应。我养了你20年，你总共给我磕2次头，都是为了楚烟洛。夫人，母亲，夫人，母亲，夫人，母亲。母亲，世子，小洛，世子，我是不是快要死了？胡说，你放心，你不会有事的。世子已经娶亲了，是烟洛配不上你，你还是送我离开吧。叶落，那是我母亲定的人选，并不是我娶的。你就在府上安心养伤。等你好了之后，我一定会娶你的。世子说的是真的吗？可王妃不会同意你娶我的，我不想让你为难。我不为难，只要你愿意就好。我这就去帮你请太医，等我。就算这一世他娶了旁人，世子妃的位置，最终也只会是我的。太医呢？怎么还没来？王爷，我已经让人快马加鞭去请了，不过皇宫距离王府路程较远，恐怕还得一会儿。是。
父王，父王，母妃可是盛怒之下晕厥的。正是。儿媳学过针灸之术，若是父王放心的话，儿媳可以替母妃施2针，可帮助母妃快速的醒过来。你还学过针灸？是，儿媳的外祖家就是开药堂的。如今母亲的形势不容乐观，昏迷的时间越久，恐怕就越难以醒过来。就算是醒过来了，恐怕也会留下后遗症。还请父王准许儿媳为母亲施针。好，那你施针吧。不可！父王，不可！父王，不可！不能让沈婉堂施针，不能把母亲交到他的手里。太医马上就来了，我们再等等。你还有脸说？你母亲是被谁给气成这样的？你给我滚出去！父亲，你要打要罚，我都认了，可是不能拿母亲的性命开玩笑。他说他会施针，他就一定会施针吗？他才多大，怎么可能会看病？你母亲已经快没有呼吸了，已经等不了太医了。世子妃，不用听他的，施针救你母亲。啊！母亲，王妃，你醒了。没想到他居然真的会医术。母妃，你可感觉好些了？堂儿，是你救了我。母妃，您刚才情况紧急，你就只好大胆尝试了。不过幸好你已经醒过来了。您放心，父王已经派人去请太医了。王爷、王妃，秦太医到了。秦太医，快给王妃看看。怎么样？敢问王爷，下官来之前是不是有其他太医给王妃诊治过了？有人给王妃做过针灸，王妃这才醒过来。果然如此，若非救治及时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虽然王妃现在已经苏醒，但脉象依旧十分孱弱，如果没有及时救治，恐怕会留下很严重的病根。王爷，下官的医术在刚才那位太医之下，这药方还是请他来开。他的医术竟这么高超。本王知道了，有劳秦太医了。好孩子，这次多亏你了。堂儿放心，往后有我在一天，就没有人敢欺负你。多谢母亲爱护，也多谢父王信任。母亲，今日要不是有堂儿，我大约已经去地府了。所以，我不管你与那个楚烟洛如何相处，但宁王府只有堂儿一个世子妃，将来也只有她一个女主人。我病了，需要休养，往后管家权就交给堂儿，谁敢不服，就给我滚出王府去！世子妃，这是王妃让我给你送来的掌家钥匙和账簿，
从明日起就请世子妃掌家了。嬷嬷，我刚入府，年纪又轻，我担不起掌家之责。王妃说了，你是这王府未来的女主人，这以后的掌家权迟早到你手上。如果你有什么不懂的，尽管可以问她。好吧，那我自当尽力，不让母亲失望。世子妃，世子爷来了，请他进来吧。是。世子是有什么事吗？沈婉堂，我把燕洛带回来了，想必你已经知道了吧？我知道。我是想问，既然你能救母亲，那你是否也能救救燕洛？她怎么了？她受了惊吓，肚子一直疼，还流了很多血，方才更是直接昏过去了。上一世，楚燕洛的孩子不是这个时候没的，而是在季心安被沈凌轩找人下了药，险些一尸两命。世子，我不擅长保胎，恐怕无能为力，你还是另请高明吧。我看你给母亲扎针十分娴熟，可见是医术高超。或许你能帮帮燕洛，哪怕是帮她扎上几针，帮她把血止住。她和母亲情况不同，不适合扎针。世子若是不信的话，可以等大夫来了，一问便知。你确定？抱歉，刚才质疑你的医术，是我心胸狭隘了。多谢你救了母亲。世子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一纸书卷，唯独万千在看。难怪母亲会选这个女人做太子妃，她似乎真的很特别。世事从来皆因果，无常谁又能撕毁迷惘？世子妃，从季心安来的那位，肚子里的孩子没了。孩子没了？确定？这一世怎么这么早？不应该啊！沈凌轩这次又没给他下药，孩子怎么就没了？宫里又来太医替他诊治了。是，那位太医刚走。这样，你追上去，帮我问件事情。是。你把这个给太医。是。世子，我的孩子真的没了吗？燕洛，孩子以后还会再有，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休息，先别哭了。世子若是不娶我，就别哭了。世子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，我被人强迫了之后，整个人生都毁掉了。燕洛，我说过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一定会娶你。世子说什么傻话呢？你都已经娶妻了，我还怎么嫁给你？难道我还能休妻不成？石婉堂并未犯错，若是无故休妻，他的名声怎么办？燕洛，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我让太医来给你诊治。我没有不舒服，不用叫太医，我只是身体有些虚弱，缓一会儿就好了。那你先躺会儿，好好休息。你看看你想吃什么，我让厨房去给你准备。世子上次给我送到庵里的燕窝羹似乎挺清爽的，不知道是怎么做的。母亲，在，去厨房取一碗燕窝羹回来。是。
快就来了，都出汗了，热不热？世子爷，燕窝呢？世子爷，厨房说没有啊。怎么可能？王府里面常年备这些东西，以为我不知道吗？爷，厨房的管事跟小的说了，您要是想吃，需要自己掏银子买盐。母亲才让沈婉堂关几天家，他竟然让我自己掏银子去买，他还真把自己当世子妃了。世子不必为难，想必这是世子妃故意针对我的。我不吃了，我这就离开王府。燕洛，不过是几碗燕窝粥而已，我让墨姬去买就是了。不用了，我其实真的没有很想吃燕窝羹，只是随口一提罢了。没想到还会被针对，是我想的太简单了。世子，我走了，有缘再会。啊，燕洛，啊，燕洛，你还是这么逞强。来，世子是这世界最好的男儿，我不想连累你。你没有连累我。墨姬，去幸运楼买10斤最好的燕窝，我要让燕洛吃个够。爷，银子，我的银子不都在你那儿吗？爷，您之前放我这儿的1000两早就花光了，昨夜为了请太医就花了50两，前日您为了把燕洛小姐从季心庵带出来，给了庵主500两，大前日您为了给燕洛小姐补身子，又花了120两买山珍海味，大前日您又为了……行了，1000两花光了，那就再去吃1000两嘛。爷，您忘了，现在是世子妃管家，您要是想要银子，就得世子妃点头才行。又是这个沈婉堂。燕洛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就回。走。是。要不是我仇视了他，这一世压根不会怀上这个孩子。都怪萧清渊至今追求本身，没有表明身份，害我误会他是个样貌好看的相思。否则，我又怎会为了嫁给温伯府大公子，怀上孩子避婚？是他。他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穷心思。奴婢把银子给了太医，已经问清楚了，尼姑庵那位落胎，是因为喝了堕胎药。难道是他自己不想要孩子了？定是他看您嫁进王府，怕世子不要他，就故意演了这一出。萧清渊这个大情种，还真是被人骗得团团转。沈婉堂，什么意思？你竟然敢克扣我的吃食！我让墨姬去厨房领一杯燕窝羹都领不着。你若是不会管家的话，就把管家权还给母亲。世子爷误会了，我不曾克扣过你院子里的吃食。按照王府定例，世子爷每日都可吃燕窝羹的。那为什么墨姬去厨房领不到？他还说让我自己花钱去买。厨房的事情都是全嬷嬷在管。嬷嬷，世子爷说他让府里的小厮去厨房领燕窝羹，你没给。确有此事。王妃说了，世子爷不管要吃什么都要自己掏银子买。为什么？因为您说过不想做这个世子爷，所以王妃满足您的心愿，让您做一个普通人，以后一切都自己。另外，此事是王妃吩咐下来的，和世子妃无关。她管家十分不易，还望您体谅一下，不要冤枉了人。沈婉堂，抱歉，是我误会你了。没事的，世子爷，你可还要吃燕窝羹？我今日那份还没吃呢，给世子爷送过去。不用了，你那份你自己留着吧，我让墨姬去买。爷，银子。
那个石万堂，我需要1000两，你从账上支给我吧。1000两。嬷嬷，按照王府的定例，世子爷每个月的月例是多少？回世子妃，世子的月例是100两，而且这个月世子已经支走了，他支了1000两，所以现在世子欠王府900两。什么？才100两？没错。这不可能，我之前还花过1万两呢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既然您不愿意承担世子的责任，那这世子的月例你也领不着。王爷亲口吩咐900两，请世子尽快归还，以前欠的就不用了。不给就不给，也有的事情。走。啊，是。嬷嬷，以后当真不给世子爷银子了。世子妃放心，王爷王妃这次是狠下心要制止世子爷了。如果他真有本事，就自己花钱去养那不知廉耻的姑子。不知那位清高脱俗的楚姑娘得知萧清源身无分文后，会是什么样的反应？没有燕窝，我怎么跟燕洛交代？哎，对了，我不是还有个司库吗？爷，您忘了吗？您把司库钥匙给世子妃了。我把钥匙给他了？是啊。那他还回来了吗？没有。那他去司库搬东西了没有？搬了，听说还搬了不少。岂有此理！我当时就不该听母亲的话，给他什么补偿，他肯定都快把东西搬光了，真是无耻。那咱们找世子妃把东西拿过来。我金口玉言，送出去的东西怎么能要回来？那样岂不是很没面子？世子，田洛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你快回去好好休息。世子，阎罗没有那么娇气，我与那等爱装柔弱的女子不同，她们喜欢夸大生孩子的功劳和自己的辛苦，来图谋男人的同情怜爱。阎罗不需要那些。我知道，你与那些庸脂俗粉不一样，你从来都不靠男人，你是我见过最有志气的女子。方才我听到世子说你的库房被搬空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可有阎罗能帮得上忙的地方？没什么，我去把钥匙拿回来就好了。可如果世子的库房已经被搬空了，那钥匙拿回来又有什么用呢？世子，你心性纯良，莫要被那些心机深沉的人给骗了，要守护好你自己的东西啊！你说的对，世子才是这王府的主人，谁要是偷了主人的东西，直接把人赶出去就是了。若是我揭发沈婉堂搬空我司库的贪婪行径，他是不是就能离开王府，把世子妃位置腾出来了？叶洛，你先回去好好休息，我这就去把钥匙要回来，然后把鸠占鹊巢的人赶出王府。那阎罗就静候世子佳音了。走。那沈婉堂果然是个上不得台面的庶女，这才刚进门就敢搬空萧清渊的司库，待会儿有他好处。沈婉堂，世子爷，有什么事吗？沈婉堂，你拿了我司库的钥匙，为什么不还给我？那是我的司库，你无权处置，更无权私吞。我知道那是世子爷的司库，所以只听从世子爷的，拿了一些世子爷看不上的金银财物，其他的呀，我一概没动。是吗？可是我听下人说你搬走了司库很多东西。哪个下人说的？世子可有带人进来当面指证？谁说的？把他给我叫过来。这小的只是听了那么一嘴。你，反正我不管，把钥匙还给我。世子爷，您的库房钥匙已经被母亲给收走了。那是我的司库，你为什么把钥匙给母亲啊？那母亲找我要，我也不能不给啊。况且母亲她又没动你的东西，她只是让人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登记在册了而已。好，我现在就自己去司库看看，若是里面被搬空了很多东西，我就把你赶出王府。我们王府不要你这种人品不好的。世子尽管去查验。走。
爷，您这库房没被搬空啊，宝贝都还在呢。那你说他把我库房搬空了？爷，冤枉啊！我只听说他搬了一些，是您自己说他搬空了。看来世子妃不像您想的那样，您都冤枉他好几次了。闭嘴！爷做事还要你多嘴。哎呦，世子，您来了。沈婉堂都拿了些什么？回世子也没多少，就是一些不值钱的样式，过时的金镯、金钗罢了。那些值钱的珍宝，世子妃一样也没碰。什么？他只拿了这些？世子，不是你亲口允诺世子妃来拿的吗？难道是世子妃偷了你的钥匙？胡说！他何时偷我钥匙？钥匙是我自己给他的。世子这是又反悔了，准备把世子妃拿的几样东西都要回来？胡说！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反悔？不过是些金银俗物而已。他都拿走了，我再要回来，我有那么小气吗？是那个沈婉堂也真是，我一直冤枉他、误会他，他都没闹脾气，还是好声好气的说话，也确实很难得。怪不得母亲那么喜欢他。这血珊瑚最是珍贵，如果把它卖了，一定能给阎罗买不少燕窝。哎，世子，这个您不能拿。你敢拦我？这是爷的库房，爷想拿什么就拿什么，滚开！世子执意要拿，那老奴只有禀报王爷王妃了。你敢威胁我？是不是又想去烧公桶了？老奴不敢，只是王爷下了命令，世子休想把这血珊瑚带出王府。就算出去了，整个京城也没有一家商铺敢收啊！你，世子，邪洛，你怎么来了？这府里的宝贝，以后只能是我的。我是看世子长时间没回去，所以过来找你。燕窝羹我只是随口一提，世子不必放在心上。早知道会让世子如此为难，我就不说了。我不为难的，你放心，我很快就让你吃上。世子，这不能拿呀！世子，这。找个当铺，把这个当了，换10斤最好的燕窝回来。记住，一定要最好的。爷，这可是贡品，这样的成色，天下都找不出第二个。当铺怕是不敢收啊。当铺不收，那你就换个地方吧。东街的黑市什么都敢收，你去那儿换，一定要把燕窝换回来。换不回来的话，我今天就把你赶出去。快去！等一下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价值连城的极品血珊瑚啊，万两黄金都买不到，小青云就这么让小厮卖，太浪费了。世子，这就是血珊瑚吗？看着似乎挺有意思的呢。没想到海里会长这种东西。叶落，你喜欢这血珊瑚？倒也不是喜欢，就是看着挺别致的。墨迹，给我。爷，您改主意了，不卖这宝贝了。叶落喜欢这血珊瑚，给他玩。既然是世子的一片心意，那我就勉强收下。这么快就忍不住了？不是清高吗？不是不靠男人吗？怎么看到一株血珊瑚就开始不能忍舍？爷，那这银子……把这个卖了吧。爷，这可不能卖啊！这是您出生的时候，皇上亲自刻了您的生肖送给你的。这要是卖了，小的脑袋就保不住了。这也不能卖，那也不能卖，难不成把我卖了？爷，您可以给一些金银器物给我，这些东西能卖，而且很好卖。你当我跟沈婉堂一样吗？我从来都不喜欢那些金银俗物，只有他那种俗不可耐的，
才喜欢那些金子啊、银子。世子，沈婉堂喜欢那些金银器物。对，他就是个俗人，所以喜欢那些。我知道你和那些人不一样，所以这些金银俗物，我从来都不会拿到你的面前碍你的眼。倒也不是碍眼，金银俗物确实土，但是这些东西……你放心，那些带着铜锈屑的俗物，我以后只会扔给沈婉堂。他这辈子也就那样了，俗不可耐，只配得到那些俗物。而你，颜洛，你是最高级不俗的女子，你会得到我全部的爱。沈婉堂连我一丝一毫的爱都得不到。谁要你的爱呀？我的金银珠宝啊！东西给了楚姑娘，那买燕窝的银子，你就不会赊账吗？马上全部记在王府的头上，快去！哼，一个侍卫，竟敢用这种眼神看我，给我等着！世子，我怎么看着这个墨姬心思不纯啊？他好几次看我的眼神都很不正经。颜洛，墨姬6岁就跟在我的身边，对我忠心耿耿，不会对你不敬的。你可以信任他。世子是觉得我在诬陷他？难道我会骗你？我没有，颜洛。可墨姬是太监，他对女人没有想法的。或许是因为你长得太漂亮，他才忍不住多看了几眼。大不了以后我不让他看。何必那么麻烦？直接把他赶出去就是了。你让我赶他走？可是我身边已经没有亲近的人了，把他赶走的话，还是不要了吧。我累了，世子出去吧。好吧。颜洛，你怎么又流血了？难怪刚才一路那么多人看我，我还以为他们艳羡我的美貌，没想到是看我出场，丢死人了！颜洛，颜洛，颜洛！世子妃，我跟你说，寄信安来的那位，今天啊，可算是丢人了。她穿着一身白裙，一脸清高的，在府里晃悠了半天，都不知道啊，她后面都被血染红了。刚流产就到处乱跑，她精力有多旺盛？是啊，管事私下跟我说，楚嫣洛这位姑娘表面装的清高，实际上看到司库里的宝贝，眼都直了。世子妃，您说她不会想占为己有吧？放心，母亲让人登记造册，就是防着她。你这汤闻起来不错，给我尝尝。世子怎么来了？颜洛她又出血了，太医说要滋补。这味道是松茸菌菇乳鸽汤。这汤你一个人喝不完的话，会不会浪费啊？真稀奇，我居然从这位挥金如土的世子爷口中听到浪费二字。这汤确实挺多的，那要不世子爷尝一碗？快去添副碗筷。是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直接端走就可以了。他直接把我锅端走了，他也太不客气了吧！颜洛，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？什么？是乳鸽汤，最适合你现在喝。你喝上几口，身体能好很多。我要喝燕窝羹，你给我拿乳鸽汤干什么？我不喝，拿走。颜洛，你不是说燕窝羹只是你随口一提吗？怎么现在又非要了？我随口一提，你就不放在心上吗？一碗燕窝羹而已，世子如果这么一点小小的要求都不能满足我，那我走好了。颜洛，你别生气，是我不好。这乳鸽汤很滋补的，你喝上几口，尝尝看。你弄不来燕窝羹，怎么能弄来乳鸽汤？是厨房单独给我做的吗？这世子是有事瞒我，
你若不说，我就不喝。我说了，怕你不高兴。我又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，怎会不高兴？这乳鸽汤是我从沈婉堂那儿拿的，但是他只盛了1碗，剩下的全部被我拿走了。你干什么？萧清渊，你让我喝别人剩下的，我楚叶落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值钱吗？你捡他沈婉堂不要的来补身体？这不是他喝剩下的，他只盛了1碗，盛了一点肉，旁的根本就没有动。什么叫旁的都没动？非要只剩骨头才叫剩下的吗？你这是在打发乞丐！我自己饥肠辘辘，一口都没舍得喝带回来，他却全都扔了，还说是打发乞丐。我以前以为他不食人间烟火，现在看来，你还有力气摔石盒，还有心思嫌弃乳鸽汤，看来还是不够喝。我饿了，我要去找吃的。你自便吧。萧清渊，你若是不喜欢我，喜欢你那个世子妃，可以直说，何必羞辱我？我本以为你和天底下那些男人不一样，现在看来，跟他们也没有什么区别，全都喜新厌旧，不负责任，什么海誓山盟都是骗人的。如果连你也这样对我，那我没什么好活的了。哎，叶落，叶落，你别想不开，我没有侮辱你。这样，我以后将厨房单独做给你，好吗？我不喝他给的东西，也是怕他给我下毒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不会的，他不是那样的。你还向着他说话？他自己都喝了，怎么可能下毒？萧清渊居然这么信任那个女人，看来我得去会会沈婉堂了。来呀，来追我呀！哎，你慢点儿。竟然敢把毛毛虫放在我身上吓唬我，哼！看我打不打你！来，快来抓我呀！快来呀！来追我呀！快点来！你慢点，快来追我呀！你怎么走路的？没长眼睛啊？这不是世子带回来那个姑子吗？他怎么来了？我的衣服脏了，帮我把衣服洗了。若是留下一丝血迹，我让世子爷把你发卖。奴婢是世子妃的陪嫁丫鬟，只听世子妃的命令。姑娘若是衣服脏了，可以找世子找别的人去帮你洗。陪嫁丫鬟不也是下人吗？既是下人，我吩咐你做事，岂有你拒绝的道理？竟然敢搬出世子妃来压我，我会怕的？何事大声喧哗？前世沈明轩那个嫡女都斗不过我，她一个庶女更不值一提。你就是世子妃，我的衣服脏了，让你的丫鬟帮我洗一下，你该不会这么小气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楚姑娘，我这个人呢，就是小气的很。你居然敢丢我的衣服！你都敢跑来我院子撒野，我扔你一件衣服，够客气了吧？沈婉堂，你还真把自己当王府的女主人了。等到日后世子继承王位，你能不能留在王府还另说呢。叶落，你怎么到这里来了？世子，您可算来了。世子妃她……你怎么？是他们欺负你了吗？我路过此处，本来想问他们在何处换衣，可世子妃一见了我，就把我的衣服扔在地上，还用脚踩了2下。如果她不换衣，我走就是了。沈婉堂，你太过分了！之前还觉得你识得大体，没想到你如此心胸狭隘。世子，他撒谎。
他刚刚把脏衣服扔给奴婢，让奴婢帮他洗。奴婢是小姐的陪嫁丫鬟，怎能答应这种无理的要求？如今连一个丫鬟也可以看不起我，我死了算了。你平时就是这么纵容丫鬟的吗？快让她给耶洛道歉，不然我就把她赶出王府。我的陪嫁丫鬟，世子恐怕没有资格赶她走。还有，世子带回来的人，还请您看好，别让她到处挑事，还倒打一耙。石万平时说话和和气气的，这还是他第一次发火，难道是我冤枉他了？世子妃嫁进王府，独守空房，心里埋怨我是应该的。我现在就搬出去，不妨按你跟世子举案齐眉。哎，叶洛，我没有跟他举案齐眉。那他们冤枉我，你也相信吗？我还是先送你回府休息吧。走吧。世子妃告诉府里管事的，世子院里面的杂物不用再管，粗使丫鬟婆子也不可进做，洒扫伙计也不必再做，水也不用再送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他若非要上来犯贱，就别问我不客气。云儿跟楚烟洛昨日大吵了一架，是吗？此前你撤出世子院内所有的下人，云儿向我求情，被我撵走了。没过多久，那个楚烟洛就嫌没人服侍，跟云儿大闹。云儿一开始被他使唤得团团转，都快成他粗使丫头了。可后来不知怎么的，一下就怒了，嫌他要求太多了，太难伺候。贫贱夫妻百事哀。他们虽然不是夫妻，却也是同一个道理。云儿从小娇生惯养，哪里受过这种蹉跎？她何时才能看清楚烟洛的真面目啊？世子妃，您娘家姐姐沈大娘子来找你说，有重要的事情与你详谈。沈凌轩，他怎么来了？你们聊吧。嬷嬷，你带他去我那儿吧。是。哟，妹妹，这进了王府竟学会奢靡之风，竟用寸锦寸金的彩云锦做衣衫，如此辉煌，小心将王府的家底全败光。姐姐误会了，这衣裳不是我自己买的，是母妃送给我的。姐姐，难道你婆婆她不送你彩云锦吗？王妃怎么会送你这么好的东西？你又不得世子喜欢。世子对我极好，母妃更是对我视如己出。妹妹，你就别装了，这外头啊都传开了，世子将楚烟洛接入王府，又休了你，娶她为妻。唉，姐姐也是担心，这才来看看你。嬷嬷，是这样吗？世子打算休了我，娶楚姑娘？这都是外头人乱传的，有些人就是见不得世子妃的好，故意造谣生事，不必理会。姐姐，你听见了吗？所以希望你以后不信谣，不传谣。全嬷嬷居然对沈婉堂这么客气，上辈子我在这老东西手里吃尽苦头，当狗一样训斥，他才转性。这位嬷嬷，我妹妹在府里时就十分楚淡，时不时的就会闯祸挨骂，现在进了王府，也改不了这些老毛病，还请嬷嬷对她多多管教，可别让她给王府丢人才是。世子妃聪慧机灵，颇得王爷王妃乃至整个王府的喜欢。如今她执掌中馈，把王府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连世子都对她赞不绝口，哪轮到你一个外家女在这说三道四？你说什么？王妃把管家之权交给她了？这怎么可能？她怎么不可能？大娘子是以己得人吧？你自己愚笨，去了婆家不受待见，长不了家，就觉得任何人都和你一样，
你没变，一点都没变，还是如此让人讨厌。大娘子见过我，可我怎么没有印象？大娘子果然是太平，让人见了就忘，不像我们家世子妃资质出众，聪慧非常，让人见一面就过目不忘。沈婉堂，你就是这么管家的？一个嬷嬷就敢对我出言不逊，你还不管管？当心以后蹬鼻子上脸，把你压得死死的。姐姐，嬷嬷可是宫里面出来的老人，连世子都是她一手带大的，你能得她指教，那是你的荣幸。哼，你少在这儿耀武扬威了。你就算拿了管家之举，依然是个笑话。大婚之夜，新郎不揭盖头，不肯认你这个新娘，把你扔下跑。大婚没几日，就把心爱的女人接回王府，精心照顾。看来世子就没把你放在心上，甚至是恨你占了世子妃的位置。他为了心爱的女人，就不知什么时候痛下杀手了。胡说八道！谁说本世子要对世子妃痛下杀手？他怎么来了？世子，找我何事？大伙只有抛下他一人，却给他带来这么大的伤害，不仅外人笑话他，连您这个都跑过来嘲讽他，借他说话。是我对不住你，让你遭受了别人的非议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对你痛下杀手的。不管现在还是将来，只要有我在一天，我都会保你平安顺遂。不可能对他这么好！你该为了楚烟洛杀死沈婉堂的。为什么这会不一样了？你身为世子妃的姐姐，却在这里公然的吓唬她，我宁王府的世子妃，何时轮到你来指手画脚？还不滚回你家去！别在这碍我们眼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嬷嬷，送客。沈大娘子，请吧。萧清源不曾对我说过半句好话，更没有对我笑过。现在他竟然对沈婉堂笑了。走！沈婉堂，谢谢你，这些银子就当是我借你的，等以后我一定会加倍还给你。世子不觉得银子是俗物了？以前我买东西都是让下人去买，从来都不知道这些东西到底有多贵。我也不喜欢带这些金银俗物。燕洛也一样，她连挽头发的簪子都是我亲手给她雕刻的。那燕洛姑娘还真是高雅脱俗呢，确实是当下的一股清流。那世子以后多给她送一些木簪就好了，她一定会十分喜欢的。可千万不能给她送金银俗物，不然她就觉得世子不懂她了。你放心，我定是不会送她这些金银俗物，以后这些东西都送给你。世子说的极对，这些金银俗物送我就好。世子妃，您怎么还是把银子借给世子了？王妃嘴上说不管世子，可实际上心疼得很。我若是把事情做绝了，恐怕他未必会开心。而且他是我的顶头上峰，我就要揣测他的心意，才能在王府立足啊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凭什么那个心狠手辣的萧清渊都能对沈婉堂客客气气的，洛如何却对我避之不及？我就不信他和沈婉堂前世能成就的家光，我也可以。怎么了，夫君？人家是看你读书累了，想给你按按肩。不用，你离我远一点。我们是夫妻，我到底
哪里有让你不满意了？你干嘛总是躲着我？娘，娘，儿子，怎么了？快把他带走！哎呀，马上就要科考了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来打扰我儿子学习，你聋了是吧？啊，还不给我出去！再敢勾引我儿子，小心我打断你的腿！哼！听说你又借了500两银子给世子。母亲，你知道了。我是看世子可怜，一时不忍才……母亲，您不会生我的气吧？你是个好孩子，母亲怎么会怪你呢？说实话，看他落魄成那样，我心里也不是滋味。看来我这次马屁拍对了。全嬷嬷，你陪世子妃去一趟渊儿的司库，把几年前陛下给的月光镯拿给世子妃，那是西域的贡品，放着也浪费。我做主送给世子妃了。多谢母妃。世子妃，请随老奴来。真好看，世子妃手腕纤细雪白，跟这月光镯甚是般配。你们怎么在这里？你来做什么？你们是不是要偷世子的东西？我这就去告发。这司库已被王妃接管，如果你不嫌丢人，就去吧。竟然接管司库，我本来还想看看能拿走什么东西。楚姑娘，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就请离开吧。这里的东西，你就算摸再多遍，也拿不走的。这里所有的东西将来都是我的，我不过是提前看看而已。你心疼个什么劲儿啊？你别以为长得像我，世子就会喜欢你。世子上辈子不喜欢你，这辈子、下辈子都不会喜欢你。他说上辈子，难道他也是重生的？如果有上辈子，世子喜欢的一定是我。你就别做梦了，世子上辈子喜欢的是我，甚至你本来都嫁不成世子，懂吗？你怎知我嫁不成世子？我就是知道。你若识相的话，就把从这里拿的东西交出来。哎呀，母妃送我的这月光镯就是好看。这镯子是我的，怎么会在你手上？还给我！沈明轩，你把它还给我！哎，你是什么东西？你还敢抢？沈明轩，他竟连我的名字都叫错了，看来他是重生无疑。这是我的，我的！还给我！你这个小偷，你就是个无耻的窃贼！你偷走了我世子妃的身份，偷走了我的生活，现在还要偷我的镯子！你还给我！这可是圣上所赐之物，圣上说了，这是给未来世子妃的。你说这是你的，你看。好，很好，我记住你。你们现在欺负我，等我以后当上世子妃，有你们好看！你，哼！世子妃没事吧？你这是又怎么了？好端端的摔什么茶碗啊？这已经是我们最后一个茶碗了，你把它摔了，我们拿什么喝茶？什么叫我又怎么了？我在这府里受了天大的委屈，你不问问，居然关心一只茶碗！你受了什么委屈？我刚才见到世子妃，被她欺负了。我不是说了吗？没什么事情，你就不要过去找她了。我被那个女人欺负了。你不听我说话，还跟我说别去找她，你一点都不在乎我。你平心而论，我还不够在乎你吗？既然你在乎我，那你就去找沈婉堂把那只月光镯拿回来，它本来该属于我的。你想要月光手镯？对，我之前做梦梦到过它，
在梦里陪了我很久很久。可母亲已经把月光镯送给沈婉堂了。你要是喜欢玉镯的话，我再去给你买个就是了。我不要别的，我就要月光镯。你要是不给我拿回来，我现在就走。可是，世子爷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不是让你买几个丫鬟回来吗？没银子了。怎么又没银子了？我不是刚刚才把从沈婉堂那借的500两全部都给你了吗？500两银子不经花呀，光是给楚姑娘置办，中衣外衣鞋子0万，这就直接花了230两。还有楚姑娘日日都要吃的燕窝羹，那都是最顶级的燕窝，这就吃掉25两银子呢。还有请太医抓药。行了，别说了。什么？居然找沈婉堂借银子？如今是他涨价，我不找他借，我还能找谁？难怪沈婉堂他会看不起我。我不管，你现在就把沈婉堂的银子还回去，还有把月光镯拿回来，不然我现在就走。元洛，你就别闹了，你去还不行吗？嬷嬷，这是我给王妃新研究的药膳，可以帮助王妃平心静气。你让厨房照着这个来做。世子妃有心了，老奴一定吩咐下去。世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沈婉堂，你能不能把月光手镯给我？我可以给你其他的东西，司库里面的宝贝随便挑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吃亏的。世子，这玉镯是母妃赠给我的，长辈所赠之物，我若是当即转赠给他人，母妃知道了肯定会伤心的。世子，老奴说句僭越的话，您这次做的太过了。世子妃性子好，可你也不能这么欺辱她。先是楚姑娘来闹，哭着喊着要抢走世子妃的镯子，世子妃不曾计较，一个人默默把委屈全咽到了肚子里。可现在你也来要世子妃的镯子，这不是要陷世子妃于不孝的境地吗？他一个人无依无靠的来到王府，全靠王妃的喜欢，他才能勉强支撑下去。你3番5次的打世子妃的脸，现在还要让他把王妃送的镯子给那楚烟落。他要是真的给了，不但王妃会生气，王府的下人们也会见风使舵，以后谁还会听他的号令呢？您这是要活活逼死他呀！那楚烟落的命是命，世子妃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您为何要这样欺辱他？他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他做的难道还不够好吗？世子，您到底要宠楚烟落到几时？今儿他看上了世子妃的镯子，您来给他要；明儿他看上了王妃的镯子，您是不是也要去给他要？那以后他看中了太后的镯子，你也要管他要吗？抱歉，我先走了。镯子没拿回来，我还是再给你买一个吧。世子，你有钱吗？你那银子都是向沈婉堂借的。我一定会有钱的。这种穷酸日子，我真是受够了。不行，我可是重生的，必须想办法搞到钱。世子，听闻世子跟温伯府的大公子交情颇深，你若是开口向他借钱，他应该会同意吧？等日后发达了再还给他就是了。你说的对，我可以找元征去借，他外祖可是江南富商。今天晚上我们就把他请到家里来喝酒。世子爷，咱们没银子买酒了。他就不能自己带吗？最好再带几只烧鸡，几只醉蟹，几个下酒小菜。哪有请客吃饭让客人自带酒菜的？好丢人呐！自带酒水？是啊，墨迹觉得太丢人了，心里憋屈死了，所以私下找我吐槽那个楚烟落太奇葩了，竟然撺掇世子去找温伯府的大公子借钱。他怎么知道对方一定会借？
难道他对那人很了解？杜鹃，你去找几个机灵的小厮，盯着世子院里的动向。今晚要是发生了什么，1五1十告诉我。是，小姐。清月，你可真行啊！怪不得一直不肯让兄弟我见楚姑娘呢，原来是因为楚姑娘美若天仙，怕我们跟你抢人啊！哎，好兄弟，其实今天我找你来，还有另外一件事情，能不能借我点银子花花？都是兄弟，什么借不借的？明天我就叫人给你送府上去。真的？那我要1万两，你也给？给，怎么不给？不过，让我给多少，这个得看你的本事了。什么本事？喝酒的本事啊！你把这都喝了，我就给你1万两。好，说话算数啊！就是再来一壶，我也……世子，您没事吧？还不赶紧把世子扶到书房去？怎么能让他睡在这里？浑身上下都是酒气，臭死了！再来一壶。哎，世子，您小心点。这胚子，你装的不错啊，把萧清月耍得团团转，竟然还真的让你混进王府了。世子就在隔壁，我们这样不好吧？装什么装啊！今夜你不把爷伺候好了，我就告诉萧清月，你怀的那个野种是我的。还有你写给我的上百封情书，拿给他看看，好叫他知道你对我到底有多爱慕巴结。你不能给他看。那你还等什么？陈公子，我这次找你来是想跟你谈笔生意的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跟我谈生意？我研究出一种果酪冰丸，如果能在你的酒楼里售卖，一定会大赚一笔。到时候分我30%利，可好？好啊，先把我伺候好了，其他的都好说。爷，您醒了，可是头疼，是有些难受。这是奴才从世子妃那里拿来的醒酒汤，您喝一碗吧，喝了头就不疼了。谁让你去他那拿醒酒汤的？我告诉你，你以后少去他那，燕洛知道了又该吃醋。而且我不喝醒酒汤，把他拿走。爷，奴才不是替世子妃说话，是世子妃真的很好。您都那样对她，奴才说您喝醉了，她二话不说就让人准备醒酒汤了。那楚姑娘根本不管您，别说张罗醒酒汤了，她就连扶您一把都没有。她甚至不肯让您进内室休息，非让小的把您送来书房。木姬，现在连你都开始在背后说燕洛的坏话了，你这是跟谁学的？是跟沈婉堂
还是跟我母亲学的？都不是，爷，奴才只是说了实话。燕洛现在小产，还不足1月，干不了伺候人的活。况且，我本就不该跟她睡一起。她是最冰清玉洁的女子，我尚未给她名分，岂能坏了她的清白？对了，燕洛呢？奴才听说她要找世子妃还钱。还钱？她哪来的钱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定是昨天晚上元征留下的。真是我的好兄弟，哼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世子之前借你的银子，我给你，咱们两清了。这银票谁给你的？当然是我自己赚的。我告诉你，我很快会赚更多的银子，富甲一方的。不像你，就是个寄人篱下的可怜虫。这句话还是送给你自己比较合适。我跟世子才是真夫妻。世子夜夜都离不开我，你呢？他和你圆房了吗？我要是你啊，早就没脸在王府待下去了，灰溜溜的走。来人，请世子妃吩咐，把这个有伤风化、不知廉耻的贱妇给我拉下去，关进柴房。放开我！盛婉堂，你疯了吗？世子把我当宝贝一样护着，你敢捆我，死定了！是吗？那等世子来了，我倒是要看看是谁死定了。带走！放开我！沈婉堂，燕洛呢？在柴房。谁让你关他的？你有什么资格？赶快把他放了！嬷嬷，把人带上来吧。让你管了几天家，你便张冠到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就算燕洛没有世子妃的名分，在我心里，她也比你重要1000倍、10000倍。你现在就给我滚出王府！我们王府不要你这种表面大度、私下嫉妒的小人。世子，我是您3媒6聘8抬大轿娶进来的，想要我走，世子可以给我休书，但我没有犯7出之罪的任何一条。世子这休书，怕是师出于你。哼！你滥用私刑，德行有亏，光凭这一点，我便可以休了你。清月，我以为我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我好害怕。燕洛，你有没有受伤？他们有没有打你啊？还没有，可是他把我关进柴房，那柴房又破又脏，黑漆漆的，还有老鼠，这比打我还要可怕。都是你做的好事，你难道不知道燕洛最怕黑、怕老鼠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他？请问世子昨夜睡在哪里？是与楚姑娘睡在一起吗？胡说！我昨天晚上睡在书房。我跟燕洛，我们是发乎情，止乎礼，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不堪。在我没娶她过门之前，我是绝对不可能碰她的。而且，燕洛也绝对不是你们想象那种随便的女子。就算她住进王府，哦，是吗？我就知道，世子是一个恪守本分、疼惜楚姑娘的好男人。所以我想请问楚姑娘，昨夜与你彻夜纠缠，在你身上留下痕迹的男人到底是谁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听不懂？可不久前还特意扯开你的衣领，给我看你身上的痕迹。怎么，现在又不认了？你血口喷人！世子，你不要听他胡说，
他就是嫉妒我得你喜欢，故意污蔑我。沈婉堂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要逼死燕洛才罢休吗？你以为王府是筛子吗？什么男人想进便进？更何况，昨天星河院除了我之外，没有别的男人。世子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把楚姑娘给绑架？现在我告诉你，是因为他与男人私通。王府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。作为管家主母，有权利、有责任查清楚这件事情，给王府一个交代，也给世子爷一个交代。我不需要什么交代，燕洛不可能与人私通苟合，他是最清冷骄傲的。更何况，你就算污蔑他，也要找个像样点的理由吧。嬷嬷，把你们听到的、看到的都如实禀告世子。所以奴才二人路过世子的院子，听到里面有一阵男女欢好的声音。那女子的声音就是楚姑娘。过了一会儿，袁大公子从房里出来了。不可能，我不相信！现在整个王府是你掌家，你说一句，他们谁敢不听？他们都可以帮你污蔑燕洛，都可以帮你做伪证。既然世子不愿意相信他们的话，世子可以亲自查看一下楚姑娘身上的痕迹。她身上那些痕迹，总不至于是我叫人弄的吧？沈婉堂，休想剥我衣服侮辱我！你今天欺负我，欺负的还不够吗？我就是死，也不会让你看我的身子的。你们也不配。楚姑娘，我可没有想看你的身子，我是让世子爷看。你迟早都是世子爷的人，给他看看也没妨。况且，就算你是清白的，那正好趁着这个机会给你个名分。给我一个名分？你什么意思？是要让我给世子当妾？这绝不可能！我楚烟洛这辈子绝不与人为妾，要做我也是要做正妻。你若是不想亲自查看，你也可以找一个信得过的人帮你看一下楚姑娘的身体状况。若是我诬陷她，我自会向她赔礼道歉。若她真在王府与我苟合，那我绝不轻饶。燕洛绝对不可能与其他男人私通苟合。你让燕洛受了这么大的伤害，一句道歉就想了事，你非没想的也太好了吧？那世子说该当如何？若燕洛证明他是清白的，你便自请下堂，拿着休书棍撞死，再也不许出现在我们面前。世子，世子不可！好，就按世子说的办。燕洛，你就把领子扯开一些吧，让他们看看，证明你是清白的。我本身就是清白的，不需要证明给任何人看。他们也不配看。燕洛，我知道你不愿意，但你能证明你是清白的，他就能自请下堂。他离开了王府，我们在王府的最后一个阻碍也没有了，到时候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去娶你做世子妃了。不行，今天谁也别想看我的身子。可是今天世子必须先看我的身子，才肯娶我。这世子妃不当也罢，我回纪兴安当姑子去。虽然清冷，但所有人都很尊重我，不会动不动就扒我的衣服。燕洛，小清源，你疯了吗？你在干什么？沈婉堂说的是真的，你真的与人私通苟合了。清源，清源，听我解释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弄疼我了，你放开我！我都已经看到了，你还在狡辩！
其实我连一根头发丝都舍不得碰。你要什么我便给你什么，就算你跟别的男人怀了野种，我还是会努力的说服自己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。不是的，清渊，你误会我了，我是被威胁的，我是受害者。到现在了，你还在骗我，你把我当傻子吗？把我的心，我所有的爱，甚至我的灵魂都给你了。我顶着父亲母亲的压力，冒着天下之大不韪，照顾你，保护你。可你呢？你就是这么对我的。世子，你误会我了。你对我那么好，我怎么可能跟别的男人好呢？昨夜我是被灌醉了，我根本无力反抗啊！你一会儿说是被灌醉了，一会儿又说是被威胁了，到底哪个才是真的？怎么编不出来了？没关系，你有一整夜的时间可以编。全嬷嬷，把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给我带下去，关进柴房。世子，这一切都是沈婉堂做的局，他嫉妒我，他的目的就是要赶我出府，所以设下这个圈套。世子千万不要中计了。才这么一会儿的时间，你就已经编了3个谎言。那过去那么长时间，你说的又有多少实话？没有，我没说谎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明明知道我性格是多么的清傲，我根本不屑于撒谎。好，告诉我，你之前肚子里面怀的孩子到底是谁的？难道他怀疑那个孩子是元征的了吗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？我是被下了药，被强迫的，我是受害者。你不敢说是吗？好，那就关到你说为止。来人，给我带下去！是。不要，世子，不要啊，世子！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你了。事情弄清楚了就好。世子爷应该还没有用晚膳吧？我已经让人做了你喜欢吃的东西，送到你院子里去了。你累了一天了，就回去好好休息吧。你不生气吗？世子爷说，我该不该生气啊？世子妃，刚刚这么好的机会，你为何不把世子留下？杜鹃，你还是不懂我。是。世子当真对那个贱人彻底失望了。是啊，王妃，咱们终于盼到这一天了。老天保佑，老天保佑，我儿总算清醒了。这也多亏了世子妃，如果不是她当机立断，那个贱人还不知要蹦跶多久。王妃，你打算怎么处置她？明日就把她送回尼姑庵去，别脏了我们王府的地界。是。世子，柴房传来消息，说什么？楚姑娘愿意说孩子是谁的了，还说她无颜留在世上，打算上吊自尽，但在死之前想再见你一面。走吧，去看看。
他要寻死？奴才才不相信他舍得死呢。他确实不可能真的寻死。楚烟洛是死过一次重生的人，怎么可能那么轻易放弃生命？奴才记得那日偷听墙角的小厮来报，听说要在那个袁家酒楼做什么果烙冰碗，谋取暴利。我看他呀是攀附世子不成，要去攀附那个什么袁大公子。果烙冰碗明明是我前世为了让百姓消暑才发明的，他想抢占先机，哼，没门！清渊，你终于肯来见我了。你这是要寻死吗？可我已经不相信你了。所有人都可以误解我，但唯独世子你不行。因为你是我最在意的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跟你解释清楚。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世子，昨晚和我苟合的人就是元征。你终于肯承认了。那是因为我有把柄在他手上，不得不屈服。你有什么把柄？我之前怀的那个孩子就是元征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昨晚是元征第一次来我家，他说昨天是第一次见到你，你怎么可能会怀上他的孩子？他骗你的，他其实早就见过我，他对我一见钟情，可是我根本就不喜欢他，所以无论他怎么示好，我都没有回应过。可我没想到，他居然胆大包天，深夜翻墙进楚家，强要了我。可你跟我说，你不知道是谁欺负了你，你不知道你怀的是谁的孩子。他说，如果我敢告诉世子真相，他就找人出去抹黑我，散布我勾引他的谣言，并且还说他要告知所有人，我怀的孩子是他的，让世子颜面尽失，让我身败名裂。我死不足惜，但是我不能让世子因为我被全京城的人耻笑，所以我只能听元征的话。竟然是这样！世子是不是觉得我这样特别没骨气？我力量有限，能为世子做的也只有这些。出了这种事情，你为什么要一个人扛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受了这么大委屈？我不敢说，怕世子会生气，也怕世子误会我，再也不喜欢我了。你怎么这么傻？现在说出来，我反而一身轻松。世子，我不想再留在这个肮脏的世界了，永别了。叶落！叶落！叶落，你怎么这么傻？错的不是你，是元征那个禽兽。世子愿意原谅我了。我原谅你了。我没有想到，这么久以来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讨回公道。我现在就去找元征那个禽兽算账。等一下！怎么了？若是这事情闹得满城皆知，到时候全城都在散布我血性杨花、勾引元征的谣言，我怀过他孩子的事也保不住了，甚至都被全城的人耻笑，我也会身败名裂。难道这件事就这么算了？那是我一直以来的伤痛，我不想再揭开伤疤了。以后世子不要跟他来往就是了。再说，袁家也不是良善之辈，我不希望你跟他们起冲突。若不答应，那我就再死一次。好，我不去了，你别想不开了。
世子妃，世子他怎么又相信了？昨晚他那般声嘶力竭，奴婢还以为他幡然醒悟了。萧清渊没救了，我要是母妃啊，就去旁支里重新过继一个孩子，免得祖宗基业不保啊！作孽呀！我还以为他终于看清那个贱人的真面目，能回头是岸了，我没想到被那个贱人几句混淆是非，他又陷进去了，生出这样的儿子，我死了算了。母妃，莫要气坏了身子。桃儿，我真恨不得一刀捅死那个女人。母妃别急，我有办法让她再无翻身之地。我已经把元真的银子全部都还回去了。从今以后，我跟他恩断义绝。世子这么做都为了我，我很感动。从前我不喜金银俗物，但日后为了世子，我愿意赚钱谋生。叶落，我怎么能让你去赚钱谋生？我还有其他朋友，大不了我再向他们借就是了。你先听我说，我发明了一种国烙冰纹，十分可口美味，一旦上市一定会大受欢迎。我已经跟青云楼说好，在他们店里售卖，很快我们就会有很多银子。你竟然还会做这些，你真能干。不过，你是怎么认识青云楼的人？青云楼其实是袁家私下的产业，不为人知这件事，千万不能让萧清渊知道。我从前经常光顾这家店，去多了就熟悉了。3日后就是国烙冰碗正式上市的日子，作为发明者，我也会亲自前往。世子跟我一起去吧。好，你的生意我一定奉承。世子妃，打听到了，庆运楼已经开始造势了。他们派人四处宣扬，说他们最近呀会推出几道天下惊奇的食品，还说制造这些食品的人是一位天下无双的奇女子，邀请天下名流3日后去庆运楼品尝呢。现在啊，人人都被吊足了胃口，京城里很多人都在好奇，能让庆运楼如此造势的奇女子究竟是谁？她发明的小吃又是多么奇特？庆运楼的席位全都被一扫而空了。前世我做的小吃流传广泛，楚烟洛必然吃过，才会如此如法炮制。但我的配方可不是那么容易模仿的。造势造得这么大，也不怕白忙活。既然他那么爱出风头，我就在那一日让他出个够。若非提前预定了位置，我们都进不来。这楼下乌乌压压全是人，门外还有这么多人在排队。庆运楼这次还真是声势浩大，来的人越多，等一下就越热闹。咱们呀，负责看戏就好。客官，这是您要的本店新推出的特色小吃，您尝尝。这味道比我的配方甜腻了不少，只是学了个样，却没学到精髓。世子妃，这味道虽然不错，可平日王府厨子做的比这还要好吃啊！只不过是模样新奇了些，可就这几样东西，就卖了足足136两纹银，这也太黑了吧！前世我售卖的古烙冰碗，一份不足1文，因为物美价廉，才会流传广泛，成为大家喜欢的市井小吃。他们的售价，只有王公贵族才吃得起，而平日里能吃得起的人，定是山珍海味吃惯了。这样的东西在他们眼里，实在上不了台。都有啊，都有，不着急啊。不着急，不着急。掌柜的，把你们店里的小吃套餐给我来一份。对不住啊，这位客官，您给的银子不太够。你可看清楚了，这可是10两，吃几份小吃居然不够。那我们怎么吃得起？我这套餐呀，一共需要136两银子。你这要不拿齐了银两再来？这么贵？你们这是来抢钱的？100多两，金子了。哎，不吃了，不吃，都够我们家1年的开销了。我可没那么冤大头。走了，哎，走，诸位，太多了。是，别的事情。楚小姐，这人都跑没了，怎么办呀？是不是卖的太贵了？就是要让那些穷鬼知难而退。那些档次的人，哪有资格吃我发明的小吃？
我可是足足准备了1000份呢。人要是都跑了，东西放到明日后日就坏了呀。怕什么？你让他们准备一下，我马上登台。等他们看到了我，那些客人自然愿意掏腰包。待会儿见到温伯，该怎么说记住了？我办事，嬷嬷放心。下去吧。不好了，夫人！最近京城一直流传着少爷的坏话，说他是一个强奸妇女的恶霸，还有人义愤填膺想去报官呢。什么玩意儿？我儿何时强抢民女了？就是之前一直纠缠着少爷不放的那个楚烟洛，她如今进入了宁王府，到处跟人说她怀孕，是少爷对她用强，还说至今少爷还对她纠缠不放呢。放他娘的屁！这个贱人，当初死缠烂打想嫁进我们家，上在闺中就多次勾引我儿，我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东西，居然敢坏我元府的名声！去，把他之前写的那些没羞没臊的情书给我找出来，我要去宁王府讨个说法。他不在宁王府，而是去了青云楼。哼，还敢去我们袁家的地盘，看我不扒他一层皮！诸位，且慢！这位就是丑姑娘，她冰雪聪明啊，不但发明了果酪冰碗这样的好东西，还有各式各样的小吃。诸位如果想尝尝丑姑娘发明的美食，那就赶紧来我们青云楼吧。这楚姑娘长得跟仙女似的，竟然还这么懂生活，我真是越来越喜欢她了。楚姑娘长得跟仙女，估计喜欢楚姑娘的人多的是，人家萧世子早就把她接回王府了，听说还要让她当世子妃呢。你呀，排不上号喽。排不上号，不耽误我喜欢人家呀。是吧？我可以用实际行动支持他。世子，这人好多啊！这些都是燕洛的功劳。你没看到这些人多仰慕他吗？银子，我也要多买几份支持他。我这只有5两银子了，这还是跟杜鹃借的。你算了，5两银子倒也够了。小二，把你们这的小食都给我上一份。这位客官，您没开玩笑吧？这么点碎银还不够一份果酪冰碗的。果酪冰碗多少钱？1碗136两。你说什么？世子，这一套100多两银子，比您1个月月例都多呀。元洛不是不喜欢金银俗物吗？现在怎么为了赚银子，把几样普通的点心定价这么高？世子，你来了。世子来了。燕洛，这几样东西是不是定价太贵了？虽说模样新奇，可是普通人根本就吃不起啊。世子若是觉得贵了，不吃就是。你也知道，我对金银俗物不感兴趣。我定这样的价格，根本不是为了赚钱，我只是为了让这里的食客有里子有面子。可是酒楼有面子，向来都是因为菜品和品质，何止是因为价格啊？这些东西除了我，根本没人能做得出来，他们独一无二，难道不值得高价吗？谁说你们家东西独一无二了？附近的几家酒楼2天前都已经开始售卖，而且1碗才卖不到1两银子，味道也比你们家好很多。不可能，在撒谎！这就是我从隔壁杏花楼打包的，大家看一看，是不是和他们的一模一样？你看，而且味道还比他们好得多，不像他们的那个甜的发腻。还真是一模一样，是吧？价格还便宜几10倍。这青云楼不是把咱们当猴子耍吗？就是，走，我们去附近的店里吃。人家早就卖了。青云楼肯定是抄袭的，什么100年老店，等着倒闭吗？就是。你们别走啊！狠说楚烟洛，你这个贱人，终于让我找到了你。这位不是温伯府的袁夫人吗？先别走，我先来看看。温伯夫人，她怎么？好戏要开始了。世子救我！不要怕，有我在。贱人，是不是你在外面到处转，我儿强占了你？我没有，夫人误会了。误会？现在街头巷尾都在传我儿强抢民女，
不是你在说，还能是谁？袁夫人，这些事情难道不是袁征做的？他做的，别人就说不得。就算是你们袁家的名声受损，那也是袁征咎由自取。世子，你不会天真的以为这女人是什么好东西吧？当初我看不上她死缠烂打的勾栏做跑，不准袁征同她来往。她倒好，连着多日钻狗洞，到内院爬我儿的床，还蓄意怀上孩子。你说什么？这不可能！这定是你为袁征脱罪的说辞。他的做派，温伯府上上下下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还有这些，都是他给我儿写的情书，足足上100封，上面的话骚气露骨，比青楼女子还下贱。这写的什么呀？这是不堪入目呀！哎呦，没想到他是这种人，看不出来啊。世子，他的字可认得？我认得。所以这些露骨的话都是你写给袁征的，你却跟我说你是被他迷晕了，被迫失身。楚颜洛，你骗得我好惨！不是的，这些都是假的，就是他强迫我的。人证物证摆在面前，休想抵赖。就你这样的，还想倒打一耙冤枉我？信不信我把你送到官府去，让你尝尝颠倒是非的下场？不要，不要去官府，世子救我！颜洛，你一次次的背叛我，欺骗我，践踏我的真心，这一切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！不是的，我没有，我知道了，是沈婉堂，肯定是他把我和袁征的事情散播出去的，要不然怎么会人尽皆知呢？楚颜洛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想攀咬我吗？世子妃，你怎么来了？沈婉堂，你是来看我笑话的？我不是来看你笑话的，我是想向你讨个说法。我想问问，这果烙冰碗明明是我发明的，怎么就成了你的东西？什么？你发明的？不可能！附近那些店铺的配方也都是我提供的，上市的时间也比庆运楼要早，谁偷了谁的，一目了然。原来真正的发明者是世子妃呀，太奇葩了！偷了人家的丈夫不算，还偷人家的配方。不是的，他在骗人，是他偷了我的，还提前公布出来。我说怎么有人家会做呢？早在2个月前，我就已经给母妃做过，那个时候你还在尼姑庵呢。我说你怎么突然会做这些？原来连这个都是你偷了世子妃。我会做这个是因为前世。难道你也？不可能啊！我发明这果烙冰碗，是为了给百姓们增添几分乐趣甜蜜，故而薄利多销，而不是为了让你哄抬高价，借机敛财的。世子妃说的好呀，有些人就是贪银子，什么招都用了。对，就是啊，你看看呐，要是庆运楼还跟他合作，心思太重，大家以后都别来了。是啊，就是不再不来。趁早关门算了。就是，贱人，都是因为你，坏了我们袁家庆云楼的招牌，毁了我们百年老店的名声。你说什么？这庆云楼是袁家的？没错，庆云楼是我儿名下的产业，之前生意一直很好，有口皆碑。现在被他害成这样，我绝饶不了他。我说你怎么认识庆云楼的老板？原来这里的老板就是袁征，你跟他合作还让我来捧场，这是你跟我说的在强迫你。说这都是为了谁啊？还不是因为你没本事，连银子都拿不出来，养不活我，你宁愿把金银珠宝都送给沈婉，他也不送给我。再不自己赚，
等着吃土吗？楚烟洛，你何时变成这个样子？当初我在法阵寺见到的，你不顾危险爬上屋顶，只为救一只小猫，那个善良的你，到底去哪儿了？他也在法阵寺救过小猫吗？倒是巧了，我家世子妃1年前也特意爬上法阵寺的屋顶，救过一只狸花猫呢。你说什么？我没说什么呀，就是觉得挺巧。世子妃，你当真在法阵寺救过小猫？好像是有这回事。你那日穿了什么颜色的衣服？时间太久了，我不记得。奴婢记得是一件天青色衣裙。奴婢本来觉得那件衣裳太素了，可小姐说佛门净地不宜艳丽，就特意穿了那件。这世上竟有如此出尘脱俗的女子，像仙女一般善良。天青色，所以在法阵寺见到的根本不是什么楚烟洛，而是你。世子，你看到的喜欢的人都是我，我那天就穿着天青色的衣服。你闭嘴！我后来问你，你支支吾吾的说自己穿了一件白衣救猫，还说什么夕阳西下，我看错了颜色，信以为真。所以连这件事情都是你在冒充世子妃。若早知那日的人不是你，我根本不会一下子喜欢上你，更不会对你掏心掏肺，认定你是个善良的人。不相信，沈婉棠根本比不上我，是她模仿我，是她东施效颦。世子，你忘了吗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快乐，你不能抛下我不管了。怀了别人的孩子来找我接盘，你为了一碗燕窝羹大闹王府，还把奸夫找到家里，还在我的床上苟合。你说这是快乐？你告诉我什么是快乐？这也太不要脸了！世子真能忍呐！这世子妃也是倒霉，怎么嫁给了这种人？脸都不要！世子妃，世子，天色已晚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还望世子以后擦亮眼，不要再看错了，别再让父王母妃伤心了。楚烟洛，从今日起，不准你再踏入王府半步。我会找人送你回尼姑庵，严加看管，说你再敢出来兴风作浪，杀无赦！说的就是。要我说呀，世子之前真是够糊涂的。想走没那么容易，你坏了我儿名声，砸了庆云楼的招牌，这一仗慢慢跟他算。来人，把他给我带回温伯府去。不要，放开我！走。世子妃，原来当初世子真正喜欢的人是你啊！这次他看清了楚烟露的真面目，肯定会回头是岸的。你们终于能修成正果了。杜鹃，他若是来找我，就说我身体抱恙，不想见人。这又是为何呀？杜鹃，以后你就会明白，有时候男人的幡然悔悟，想回头是岸，并不是因为喜欢，他只是在一个女人身上栽了跟头，便想在另外一个女人身上找回甜头罢了。哦。世子，世子妃身体抱恙，她不愿意见你。我知道，她不愿意见我，但我这次是真心悔过。如果她原谅我，一定要告诉我。是。世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是孩儿不孝，被人蒙蔽了双眼，迷惑了心智，做了很多错事，让你们操了不少心。孩儿知错了。可上一回被楚烟洛迷惑了几句，你又回心转意了。谁知道这一次你会不会再上当？绝对不会了。
我现在才知道，当日我在寺庙一眼爱上的，就是世子妃，不是他。当真？那你快去告诉世子妃，多哄哄她呀。她身体不舒服，不愿意见我。谁让你之前做了那么多荒唐事？我若是堂儿，我也不会见你。你给我好好表现，堂儿心软，自会愿意见你。你若是执迷不悟，就等着孤独终老吧。孩儿谨记。你能清醒，全靠世子妃聪慧机警。我时常想，定是老祖宗都看不下去你荒唐糊涂，才会派堂儿过来收拾你。好了，起来吧。过几天你表兄就要回京城，到时候你带他多出去转转。真的？表哥常年在外经商，我已许久没见。他虽比你只大2岁，但他却比你成熟了不少。如果你能够像他那样自立自强，我和你母妃也就不担心你了。世子妃不想见我，是不是觉得我心智不够成熟？若是我能改变，她会喜欢上我吗？王爷、王妃，世子爷，沈家那边传话，沈大人病了，想请世子妃回府探望。快，你去跟世子妃说一声。是啊。沈大人毕竟是你的岳父，他生病了，你是女婿，要不你和婉堂一起去探望？我才不去，他们对世子妃又不好。上次回门，他们居然叫世子妃走侧门，还叫一个小丫头出来敷衍了事。我讨厌沈家。既然如此，你就更应该去了。万一堂儿被人欺负，你还能护着她一些。母亲，你说的对。那我也去看看。哎，等一下，王爷，婉堂嫁进来这么久，为了王府尽心尽力，又将世子引入正途，我们理应去一趟沈家见见亲家，给婉堂一个体面，让婉堂在家里能够多受重视一些。反正今日无事，那我们便一同前往。走。父亲没病，为何要差人去王府送信，说您病重？我急急忙忙赶回来一趟，倒是没什么。倒是父亲，你这么咒自己，不太好吧？不孝的东西，嫁进王府之后翅膀都硬了，竟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吗？我何时不孝了？你去王府前分明答应过我，要在宁王面前替我说好话，助我升官，可如今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托人给你带信，你竟从未回复，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世子并不喜欢我，我在王府连自己都要养育不起，却有什么资格让王爷给您晋升？还不是你无用，连男人的心都抓不住。堂堂世子妃竟比不过一个外室，真是个废物。原来我在父亲眼里只是一个让您上位的棋子。这是说的什么话？你父亲得势，你在王府才能站得住脚跟啊，不然日后你被欺负了，我可不管你。我在王府受委屈的时候，你们可曾问过？父亲送来的那些信我都收到了，上面除了提父亲自己，可曾提过我半个字？若是我不孝，也是父亲不辞在先。没有我，你能嫁进王府？没有我，你能当上人人羡慕的世子妃？我今日就要好好的教育教育你这个白眼狼！来人，把我鞭子拿来！我看谁敢！我乃宁王府世子妃，打我就是打宁王府的脸，就不怕王妃和王爷怪罪吗？父亲，您可别被他给骗了。宁王和王妃，我再清楚不过了，他们最是冷血无情了。别说是打他一顿，就是他死了，他们呀，连眉毛都不会皱一下。上次去王府，你也应该听说了。宁王妃她疼爱我，将我视如亲生女儿，更是将王府的管家之权给了我。你们若是敢伤我，她定会掀了这神府。你说什么？
你拿到管家之权了？娘，千万别被他糊弄了。我打听清楚了，宁王妃最近身体不舒服，这才临时让她执掌钟馗。过阵子王妃身体好了，就会收回来。娘，您忘了我跟您说过什么了？那个王妃最是刻薄，最是喜欢刁难儿媳。我就不信怎么会疼爱她呢？上辈子我在老妖婆手里差点被蹉跎死，沈婉堂不过是个庶女，还不如我呢。老妖婆怎么可能瞧得上我？老爷，轩儿说的有道理。但凡王府的人重视她，也不会任由那个妾室作威作福至今了。她如此没用，还敢顶撞，要不给她点教训，日后她更不听话了。老鞭子拿来！我看你们谁敢动世子妃一下！贱婢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我的人你都敢打，反了你了，竟敢殴打长辈！既然撕破脸，那我不妨再多问你一句：当初我小娘是怎么死的？当然是你小娘身体不好，因为太贱了，生一场病就死了。不，她是被你害死的！胡说八道！我堂堂当家主母，会害她一个妾室？你收买了她身边的婢女，在她房间的香炉里每天都点着有毒的安神香，就这样日积月累，一点一滴将她的身体拖累。这件事我做的极为隐蔽，经手的婢女更是被我遣回老家了。她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帮着廖有鹤查案的时候，无意中发现一种有毒的安神香，味道熟悉，才知道真相。我小娘她为人善良，行事低调，她究竟哪里得罪了你，让你这样痛下杀手？老爷，她定是为了摆脱鞭刑，故意编排我，不要上当了。够了！人死都死了，还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倒是你敢打你母亲，下一步是不是还要打我呀？一条人命在你眼里究竟算得了什么？他侍奉你20多年，换来你一句死都死了。沈冠年，你这种衣冠禽兽，根本不配为父，不配为父！放肆！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把他给我按住！去！是。住手！在做什么？住手！在干什么？婉堂，你没事吧？他们一家子怎么都来了？不知王爷、王妃、世子大驾光临，下官有失远迎，还请王爷恕罪。这管事的怎么回事？竟也不通报一声？不知道啊，是本宫不让他们通报的。沈大人，方才我看你拿着鞭子要打我的儿媳，是她犯了什么事儿吗？王妃有所不知，这孩子在家中刁蛮任性惯了，明知老爷身体抱恙，他还耀武扬威，刚刚更是打了我一巴掌。老爷一怒之下，才想动用家法。看沈大人的样子，不像是身体抱恙，还有力气打我的堂儿。我看你精神得很啊！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他在王府不受重视吗？为何王妃这么袒护他？我也不知道啊。王妃息怒，都是误会，误会。什么误会？上次世子妃回门，你们就有意怠慢她，这次更是变本加厉。既然动起手来，这么粗的鞭子砸在人的身上，恐怕半条命都没了吧？哼，沈大人，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你是为了你的官职故意责令世子妃吧？下官怎敢？王府有规定，但凡是从外面送来的信件，都要一一核查。所以，你写给王妃所有的信件，本王都看到了。你说什么？多次勒令世子妃找到本王，帮你升官。原本我也担心她像你一样拎不清，好在她是一个懂事的孩子，
从未提出过无理的要求，倒是你把他叫过来，无故责罚。沈大人，你为何迟迟没有升官？你心里就没点数吗？你资质平庸也就罢了，私下也没少收受贿赂吧？本王想看在世子妃的面子上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没有罢了你的官。没成想你竟如此不识抬举。父王，若是我父亲他为官不仁，鱼肉百姓，还请您不要看在我的面子上包庇他，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。石婉堂，你既然世子妃已经发话，那么本王就会秉公处理。父王，另有儿媳的生母之死，也与其事息息相关。儿媳已经找到证人所在之地，暗中派人去寻了。等到将证人带回，还请父王替我做主，严逮凶手。本王允了。沈婉堂，你是我们沈家的女儿，怎能这样对我们？女儿？你们沈家可曾真的将她当作家人？她生母去世的早，在你这种主母手下过活，还不知怎么被欺负。难怪她从来不争不抢，定是在家中受尽了苦楚，才会什么委屈都不说。堂儿这样的好孩子，你们不珍惜，自会有人珍惜。从今往后，你不仅是我的儿媳，更是我的女儿，谁敢伤她一分，本宫必定加倍奉还。母亲，好孩子，不怕，你身后是宁王府，你父王和我还有世子，都是你的后盾。怎么回事？宁王一家为什么会对他这么好？之前明明不是这样的。又是你！上次在王府，便是你对世子妃出言不逊，现在你仍不知悔改。世子，你最爱的不是楚烟洛吗？甚至不惜为了他和家人决裂。如今你怎么这么在乎沈婉堂啊？别再给我提楚烟洛！从今往后，我跟他再无瓜葛。我的世子妃只有沈婉堂一人。本来王爷和本宫还想来见一见亲家，现在看来你们根本就不配。堂儿，跟母亲回去，以后这晦气地方不来也罢。这就是有人撑腰的感觉吗？小娘死后，我已经许久没有感受到家的温暖。都是你们两个废胡说八道，非说沈婉堂在王府不受待见。现在好了，王爷要查办我，我要是丢了官，都是你们两个害的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变化。明轩，为什么事情没有像你说的那样发生啊？那廖有鹤还能出人头地，当上大官吗？一定能，不然我嫁过去吃了那么多苦，不是都白费了吗？老爷不好了，姑爷被抓到官府去了。什么？他今天不是去书房读书了吗？为何会被抓？难道他跟同僚打架了？沈明轩，你不是说廖有鹤是考进士的料吗？我还特意托人送他去明哲书院读书，他竟给我惹是生非。姑爷不是打架，那是怎么了？听说他是调戏了一个同窗男子，被对方揭发，闹到了院长那里。他调戏的人又恰好是鸿胪寺少卿的儿子，对方不肯放过姑爷，非要报官啊！你说什么？廖有鹤，他调戏一个男人，难怪他从不与我同房。我每次与他亲近，他都避我如蛇蝎。原来，轩儿。爷，这是法真寺的住持让人给您送来的。住持说您应该不会再去寺庙修行了，但这佛珠他答应过赠与您，便是和您有缘，不好再给旁人，就还是让您收着。
主持有心了，都怪我，一会儿闹着要当和尚，一会儿又不当了，给主持添麻烦了。爷，您如今真是不一样了，事事都会先反省自己。吃了这么大的亏，若是再不长记性，岂不是太蠢了？我有些困了，先睡一会儿。等睡醒了，我再去找世子妃。她还没有原谅我呢。你先退下吧。是。就算是死，我也要拉你陪葬。沈婉堂，这辈子就想赢我！抱歉，害得你无辜受到牵连。往后余生，我会常伴青灯古佛，替你超度。沈婉堂，世子妃，奴婢听说沈明轩家的那个书生廖有鹤调戏了不该得罪的人，被人打断了手脚，送去官府，连科考的资格都取消了。没想到廖有鹤这个癖好这么快就被发现了。记得沈明轩当初要跟我换钱，属于是自食恶果了。现如今老爷被停职调查，当年姨娘的案子也重新调查，沈家乱成一团，沈明轩都快气疯了。沈婉堂，沈婉堂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做了一个梦。梦？不知世子做了什么梦啊？在梦里，我娶的人并不是你，而是你的姐姐沈明轩。是吗？但是我们的关系很差，那时候我还被楚颜洛蒙在鼓里，以为他是好人。你姐姐嫁给我后，因为嫉妒害死了楚颜洛，我对她恨之入骨，所以就对她下了剧毒。可是我没想到，你路过的时候，他连你也一起杀害了。然后呢？后来我对你的死很内疚，毕竟你是无辜受害，被我牵连。那个时候我出家为僧，就将手腕上的佛珠送给了你。虽然我们素不相识，但是你死后，我为你超度了整整7日，嘴里念的都是你的名字。果然，我们早有前缘。前世我死后，他竟然为我超度了7日。沈婉堂，我知道你不相信我，可是当我想起你姐姐看到我时的样子，一切觉得那么真实。或许她也是重生之人。世子，我不是不相信你，而是有些意外。是不是因为这个佛珠，我才想起来前世的一切？没想到我们竟有这样的缘分，只可惜我识人不清，害你受了这么多伤。我真不是东西。或许我能轮回转世，还有世子你的功劳呢。功过相抵，我原谅你了。真的？你真的愿意原谅我吗？那你还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世子，你出身高贵，又是家里独子，难免会天真任性一些。我不想跟世子虚与委蛇，便实话实说。我将世子视为家人，但我对世子并无情爱。
我占着世子妃的身份，理当和世子琴瑟和鸣，繁衍子嗣。可私信，我对世子没有办法当成夫君一样去喜欢，去依赖。我能理解，感情不是一蹴而就的。如果不是我知道那天在寺庙救下梨花猫的人是你，或许我也不会喜欢你。世子，那你怎么知道你喜欢的一定是我呢？也许你喜欢的只是那天的风，或是那天的夕阳，是那天的梨花猫，而不是一个具象的我。不然，当你再见到我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心动呢？我那是被楚烟洛迷惑了，所以才忽略了你。世子，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。爱一个人，或者不爱一个人，都没有错。那我还有机会吗？如果我后面改过自新，奋发图强，往后变得成熟起来，你还愿意再考虑我吗？不如我们给彼此1年的时间吧。若是1年后，我对世子有了不同的感情，世子也仍然喜欢我，或许可以试着以夫妻的身份相处。但若是1年以后还是没有产生情愫，我们依旧可以做家人啊。我替世子管理这一方宅院，世子可以纳妾生子，寻找真爱，你觉得呢？我要好好想一想，再给你答复。渊儿，你当真要跟你表哥出去闯荡？你长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去离家这么远的地方。母亲，这几日我和表哥畅聊起外面的世界，才知道自己这些年一直被困囿在一方天地里，错过的实在太多了。从前儿子不够成熟，身性顽劣，兴许出去闯荡一番，能快速成长起来。难得他有如此进取之心，让他闯一闯吧。小拓，有子虚陪伴在他的身边，一定不会出事的。好，姨父放心，子虚一定将表弟照看好。沈婉堂，别忘了我们的1年之约。愿世子此去，天高海阔，长风万里。待到来年春暖花开时，我们再相见。